大家好，这里是 Peter 汉语，我是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很多学生对汉语中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区别或者是辨别感到吃力。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近义词的辨别这样的练习题然后我们用 quiz 的形式来进行近义词的区别那么在每道题读完以后，我会给大家5秒的时间然后我会公布答案那么接下来还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某一个生词而不会选择另一个生词，好吗？那么就是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一天区别1组、2组或者是3组甚至几组然后呢我们积少成多，是吧？习惯了那么以后大家就会知道或者是说在选择词的时候，那么就不会那么犹豫或者是纠结了，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或者是今天的近义词是什么？好，第一个句子，许多人都知道欣赏音乐可以放松心情，却并不知道利用音乐来什么压力也是一门学问。好，我们可选择的词是缓解和消灭。好，从现在开始计时。OK，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缓解。选对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是缓解，而不选择消灭呢？缓解，那么它的中心词是什么？解。那么这个解呢，有解除这样的意思然后缓呢是什么呢？有一种缓慢的或者是慢慢的那么这样缓解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什么解除我们的这个压力如果是消灭的话是什么？主要是中心词是灭，让这个东西没有了那么灭这个词呢，下边是一个火，上面是一个横，火然后一个横，那么这个火就灭了，完全消失了，对吧？所以那么消灭这个词呢，我们一般说消灭什么？比如说消灭害虫，消灭蚊子什么消灭敌人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用消灭。而我们的压力呢，是不可能让它完全消失的因为我说我们的压力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对吧？所以我们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只能是什么？慢慢的去缓解就是说慢慢的让这个压力呢，就是解除一点儿，但是绝对不可能说完全的让这个压力没有，是吧？所以是缓解压力同样缓解呢，还可以说缓解紧张的局势那么说局势是什么就是这种一种局面或者一种情况或者一种状态，那么是紧张的，我们缓解不可能让这个局势或者这个状态马上什么变得轻松，只是我们让它什么稍微的好一点，所以是缓解。那么我们的压力也是一样的，不可能马上让你什么没有这种压力，只是什么压力会稍微的好一些，减轻一些，所以是缓解压力。 OK， 好，下一道题，如何通过欣赏音乐缓解压力？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一种与当时心情
比较一致的音乐。好，看一下我们备选的词是真实和正确。好，开始计时。好，答案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一种与当时心情比较一致的音乐。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选择正确。好，那么真实是什么？它的反义词是假的、虚假啊。其实理解的话就是假的，真实就是真的。我们说真实的做法，什么假的做法？正确的反义词是什么？正确的反义词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个句子中，他想问的是真的做法、假的做法，还是对的做法和错的做法呢？很明显，他现在呢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想通过欣赏音乐缓解压力，应该是什么？对的办法是什么？所以是正确的办法，而不是真实的。真实呢，我们可以这样用，你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要听真实的情况，对吗？所以这叫真实的情况。正确呢，比如说你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明白吗？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选择一种与悲伤心情比较一致的音乐，把不好的什么宣泄出来。好，我们看一下备选的生词是什么？情绪、感情。好，计时开始。OK， 答案是什么？你选对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情绪而不选择哪一个呢？为什么不选择感情？好，那么这个情绪呢，其实是什么？情绪呢，其实包括了感情。那么这个绪是什么？思绪，也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所以情绪这个词包括了你的感情，还有你的思绪，就是说你的想法。所以它是两种东西好，然后感情呢，只有感情，也就是说情绪中的情，它不包括绪就是我们的想法这样的，明白吗？所以情绪它属于一个并列的一种联合，感情和思绪，感情还有思想合在一起然后感情只有感情，我们的喜怒哀乐这些都是感情，而情绪的绪是思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听这种音乐，我们要把不好的什么这种感情还有那样的一些想法都什么宣泄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情绪它是两种东西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失败不过是差了点火候的成功，这就什么？你把水从1摄氏度加热到99度，这期间看上去你都是失败的。好，我们看看备选的选项是什么。好，计时开始。OK， 答案是什么？好像。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好像而不选择例如。好，那么例如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用，就说比如什么举例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用什么呢？像他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例如
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但是他还在学习。这是不是我举例子来说明什么？他爱学习。这样的时候我们举例子，我用例如。而好像呢是什么？只是它比较这两个比较相像的啊，比如说他他什么下雨的时候没带雨伞，然后衣服都湿了。那么我们可以什么？他好像从水里走出来一样啊，这样的对吧？所以好像这样的。好，那么例如和好像在区别的时候，还有一种呢，就是一般来说呢，例如我们是用在整个句子的前边，例如，然后后边说例子是什么？它可以就是引领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啊，因为我们要说一个例子，可能是一句话完成，也可能是一大段话才能完成，对吧？而好像只是什么 A 好像 B 啊 ，A 可能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人啊，或者是什么一个动作，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件事情好像什么样的？那么好像的前后这两部分呢，它是一种就是说结构是一样的。如果 A 是人，那么 B 呢这个 B 也应该是什么人或者是动物这样的，它也是一个名词。如果是一个动作好像，那么后边应该也是类似于一个来描写这个动作的。如果这个是一件事情啊，那么好像后边的这个呢也应该是一件事情，他们俩应该是有什么表面的或者是内在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才用好像。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让水温从99度升到100度，水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从液态变成气态。好，我们看备选的选项是彻底和绝对。好，计时开始。OK， 选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彻底而不选择绝对？好，彻底的意思是什么呢？彻底的意思是完全的，从根本上的啊。比如说，他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彻底改变了啊，就是这个人完完全全的从根本上变了，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叫彻底。而绝对是什么？像这种它的反义词是相对。那么绝对是什么？我绝对不相信，就是我肯定不相信的啊。还有我们有一个是什么？绝对和相对在用的时候，我们在物理学上说在地球上的东西是什么？静止和运动是什么？相对的，对吧？静止和运动是相对的啊。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静止的，它是什么？它属于不是绝对静止的，它只是相对静止，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水的状态发生变化是什么？不是肯定发生变化，而是什么？彻底的那么水到100度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什么？气态了，所以彻底的发生变化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失败并不是最终的什么，也不是人生的绝处。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项：结论、定论。好，计时开始。OK， 选什么？定论。好，为什么我们选择定论而不选择结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的区别好，结论和定论它的中心都是什么？论。这个论是一种什么？一种判断
啊，一种判断啊，或者说是一种观点也可以。好，那么结论的结它是什么？属于总结性的，在结束的时候啊做的一种总结性的一个什么判断啊，就是总结性的。然后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对还是不对啊？这个我们是什么？不太清楚。如果以后有有人提出来啊，对我的这个结论啊提出疑问啊，那么我是可以是什么？我可以通过辩论或者是什么来证明我的结论是对的，或者是通过辩论以后然后我承认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对吧？这是结论，因为只是一个什么总结性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而定论呢，它的定是一种什么？确定的。这个呢就是跟汉语中的是什么叫盖棺论定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什么非常正确的确定的一个就是判断了啊，基本上改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定是一个确定的啊。那么在这说失败并不是最终的定论，它还是什么？还是有希望的，是吧？好，我们看看下一道题。失败时，只要你再加一点点热情，一点点信心，一点点什么，你就有可能从失败走向成功。选项吗？勇气、勇敢。好，计时开始。OK， 答案是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勇气，我们不选择勇敢？好，勇气是什么呢？你决定去做什么的这种什么决心这种决心并抱着一种是什么？我们说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所以就是死就死吧，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做下去。这种呢是一种勇气而勇敢呢，首先它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在这里我们说一点点后面应该加的是什么？加的是一个名词。勇敢是一个形容词，比如说我们说电影呢有一个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对吧？还有是什么什么战士什么面对敌人什么勇敢的什么冲上去跟他们什么搏斗这样拼这种是勇敢。而勇敢是一个形容词，勇气是一个名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名词那么在背生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词性。有的时候区别词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区别词性。好，我们今天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怎么样？今天的几组词你都清楚了吗？好，没关系，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重新看一下回放。如果真的不清楚，说老师我还是不太清楚，那么你可以给我留言。OK， 好，今天到这儿，谢谢大家，辛苦了，再见。